苏妃，左丞相之女，2年前万寿宴上被指在皇帝酒中下毒，贬入冷宫。毒是皇后下的，原主是背锅的替死鬼，在冷宫熬了2年，病死了。然后我，前世连锁餐饮研发总监，管过30家门店后厨，因过劳猝死，穿进了这个倒霉鬼的身体。真倒霉，我怎么会穿越到这种地方？你好，宿主，我是神厨系统，恭喜你绑定成功。检测到宿主当前地图冷宫，难度评估地狱开局，触发新手任务，在48小时内让至少1人吃到你做的东西。系统，冷宫后院有未开垦的荒地，土壤 pH 值适合种植小葱和韭菜，有野生花椒树，果实已成熟。冷宫井边有3株野生紫苏。系统，冷宫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。你让我用空气做饭。宿主当前可用资源：野生花椒、野生紫苏，可食用野菜3种，土壤 pH 值 6.5， 日照充足，水源可用。这块种小葱，这块种韭菜，这块先空着，等找到种子再说。野生花椒，麻度中等，香气浓郁，建议低温烘烤后使用。野生紫苏，叶片完整，无虫，适合凉拌或腌制。没有铁锅，没有灶台，但我做出来了。宿主当前进度1道凉拌野菜，1份烤脆片，尚缺1名食客。小丫头，你饿吗？树根烤的，尝尝。我不能吃冷宫的东西。这不是冷宫的东西，这是刚从火上拿下来的，他不知道自己在冷宫。奴婢进宫8年，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新手任务完成，解锁菜谱：扬州炒饭，获得新手礼包，基础厨具1套，基础调料1组。冷宫又怎样？我前世管过30家门店的后厨，一个冷宫难不倒我。从今天起，你是我冷宫农场的员工，工作内容是吃我的剩饭，排在地里当肥料，工资每天半个窝头。冷宫农场正式开业。来的正好，过来尝尝。奴才不敢，冷宫的东西。花椒是他自己长在墙角的，你吃的是花椒，不是冷宫。快尝尝，别辜负了这好东西。娘娘，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尽管跟奴才说。我想要种子，什么种子都行。种子？只要是能种的都行，我用菜跟你换。你做不了主的话，帮我捡点御膳房的边角料就行。这个好，可这是发了芽的，不能吃了。不能吃，但能种。2个土豆能切8块，也就是8株，1株结10颗，
8株就是80颗，3个月后冷宫土豆管够，到时候请你吃土豆炖肉。娘娘，冷宫没有肉。现在是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这3块地是冷宫农场的开始，以后还会有第4块、第5块。娘娘，您跟以前不太一样了，不仅变得更坚强，还更聪明了。冷宫待久了，要么疯，要么变。我选了后一种。对了，以后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，但得自己带食材，这是规矩。多谢娘娘。娘娘，今天御膳房扔的骨头多，我多捡了几根。够了，今天做臊子面。娘娘，这个面比上次的脆片还好吃。上次那是零食，这次是饭，不一样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您尝尝。这个味道，以前御膳房有个周师傅，他说汤这东西骗不了人，熬汤的人用心多少，喝汤的人全喝得出来。后来先帝走了，周师傅也告老还乡了。这碗面像周师傅还在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厨子是把心放进锅里的。恭喜完成隐藏任务，收获1位真心食客，解锁菜谱阳春面，获得被动技能食客记忆。吃过你做的菜的人会记住这顿饭的味道，超过任何其他记忆。娘娘，饭来了。冷宫里怎么有锅？这是破瓦片，不是锅。冷宫不许有锅，破瓦片不犯规。那肉哪来的？冷宫里种了点小葱，跟外面的人换的边角料。要不要尝一片？他就在冷宫里用瓦片炒菜，说是破瓦片不犯规，葱是自己种的，肉是拿葱换的。他要是能用瓦片做出御膳的水平，要厨子干什么？派小顺子去查查，查完回来禀报。你是庞公公派来的吧？先吃，吃完了再汇报，不耽误。既然吃了我的东西，那就是我的人。现在看到违规的东西了吗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破瓦片和野菜。真乖，带回去慢慢吃。查得怎么样？回公公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几块破瓦片，一堆野菜，没什么异常。食客数量达标，解锁新功能食客新生。食用宿主烹饪的食物后，食客会不自觉说出内心真实想法，持续时间30息，对同一食客每日仅生效1次。这个功能比刑部还好用。小李子，进来一下。苏妃娘娘有何吩咐？小翠一个人煮草太辛苦了，你来帮帮忙呗。正好我新做了一批灌汤包，就当报酬。巡逻侍卫擅入冷宫，被人看到要说闲话。第一，冷宫这地方除了送饭的没人来。第二，你在后院除草，外面根本看不见。第三，
小翠刚才跟我说，她一个人干不完这些活，正愁呢。你就不心疼小翠？除草工具在墙角，干完活过来吃包子。小翠，你教教她怎么拔，别让她把韭菜当杂草薅了。辛苦了，快点趁热吃。我想我娘了，她做的包子就是这个味道。其实我一直暗恋小翠，苏菲娘娘，您能帮我跟她说吗？不是，刚才那话不是我说的。你这不是说出口了吗？哎呀，厨房里还在煮东西，我得去看看。刚才那个是真的，就是我自己想说的。你不用让娘娘帮你说，你自己说就行。一笼包子换来一个河动丽驴，赞！叮咚，时刻累计超10人，解锁发酵术。大燕王朝暂无发酵面食技术哦，就是这个。好啦，就等你发酵了。这个世界的第一笼松软馒头，这口感放在我前世的门店里，一个能卖12块。娘娘，今天御膳房扔的骨头不多，只捡到1根筒骨，1根就够了，熬汤不用多。这个是我跟伙房换的，想给娘娘添点食材。是给我添食材，还是想多来几次看某人？新做的，尝尝。娘娘，这个馒头怎么这么软？御膳房的馒头不是这样的。这是发酵面食，你们平时吃的馒头是死面，我这个是发面，不一样。苏菲娘娘，老身想换一碗臊子面。上次那碗面的味道，老身想了3天。小德子，娘娘有什么吩咐？你在门口管着排队。1笼包子换3斤面粉，1碗面换1把青菜，1碟泡菜换2个鸡蛋。账目记在墙上，赊账的拿食材来抵，维持好秩序，别让他们插队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是，小的遵命。都排好，都排好，一个一个来。面粉放左边箩筐，青菜码右边竹席，鸡蛋都轻拿轻放，搁门旁那只竹篮里。那边那个宫女，你拿的是什么？掏出来瞧瞧。干蘑菇，行，按半斤面粉算，换半笼包子。要换就往前头登记，不换就往后站，别挡着道。哼！听说冷宫最近挺热闹，什么人在里面折腾？德妃娘娘大驾光临，冷宫蓬荜生辉，有什么事吗？本宫就来看看冷宫里能做出什么好东西来，
怕不是一些贱民的泔水，骗骗那些没见识的下人还差不多。哼，嘴硬的人来了。娘娘说的对，冷宫确实做不出什么好东西。不过这几个包子是刚蒸的，娘娘既然来了，尝一口。不好吃您骂我，好吃您以后别来了。本宫就尝一口，要是难吃，你这冷宫以后就别想再开灶。看吧看吧，真香了吧？这个叫什么？回娘娘，这是蟹粉小龙。蟹粉小龙，这是哪里的菜系？为何本宫从未听过？这是我自己琢磨的。御膳房的人肯定希望你最好永远待在冷宫，毕竟你出来，御膳房的人全得下岗。娘娘，德妃娘娘走的时候，我看见她帕子里包了一个包子。好了，继续换。刚蒸的馒头还有没有？小翠，再拿一笼出来。不就是个包子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挺了不起的。苏妃娘娘，德妃娘娘让奴才来问问，昨天的蟹粉小龙能不能再做一次？再做一次。昨天德妃娘娘不是说冷宫的东西是贱民的泔水吗？泔水哪有再吃的道理？娘娘昨天回去之后，晚饭没动筷子，今天早上第一句话就是让奴才来。您看，可以，但冷宫的规矩是等价交换。听说德妃娘娘宫里藏了不少上等官燕，拿一盒燕窝来，我给你做2笼小笼包。一盒燕窝，那可是皇后赏的，我知道。你回去问问娘娘，是燕窝重要，还是能睡个安稳觉重要？居然是官燕！蟹粉小龙趁热吃最好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先蒸好了带回去。这一张冰糖燕窝羹是回礼。冷宫不白拿人东西，他给我燕窝，我还他1碗羹。快些去吧，凉了可就没这味儿了。获得食材上等官燕，解锁菜谱：燕窝3吃、冰糖燕窝羹、燕窝桂花糕、燕窝鸡丝粥。娘娘，德妃宫里的小安子刚才提的10盒是咱们的。德妃派他来换蟹粉小龙。用什么换？1盒官燕。1盒官燕换2笼包子。娘娘，您这包子比御膳阳的佛跳墙还贵。不贵，1盒燕窝换他以后不再来找麻烦，还能让他宫里的人帮我跑腿，这笔买卖赚的是我。以后德妃宫里的人来换东西不用排队 ，VIP 通道。什么是 VIP？ 就是给钱多的人开的特别通道。用我的燕窝炖羹给我喝，这个苏菲脸皮真厚。明天让小安子再去一趟，
问问那个馒头能不能也做一份。听说了吗？德妃娘娘宫里的人昨天去冷宫了。德妃不是前几天才去骂过人家吗？骂是骂了，回去第2天就派人去问能不能再做一次那个包子。今天一早一盒燕窝送过去了，那可是皇后赏的上等官宴。一盒燕窝换包子，那个苏菲做的包子到底有多好吃？默默，宫里住过冷宫的人多了，能从冷宫里爬起来还让骂过他的人反过来求他的，就这一个。冷宫那位苏菲不简单，都散了。第一份御膳房食材损耗率翻倍，碎肉、菜根、骨头全被底下人偷偷劫去冷宫了。第二份，德妃今天早上派人给冷宫送了一盒燕窝。第3份最让他头疼，御前太监老刘的侄子前天去冷宫换了2个馒头，这事传到老刘耳朵里，老刘昨天居然也派小徒弟1碗臊子面。不行，不能再等了，我得亲自去一趟，倒要看看这个冷宫弃妃到底有什么本事。苏菲，有人举报你私藏食材。食材？什么食材？我这里只有破瓦片和野菜。庞公公要不要尝尝我刚腌的泡菜？萝卜是菜根腌的，盐是帮人做菜换的弓尖。冷宫的规矩里没写不许腌泡菜吧？哼，本总管不是来吃东西的，是来检查你有没有违规。检查也要吃东西。这碗酸辣粉，公公赏个脸。要是难吃，您尽管查；要是好吃，酸辣粉，市井小摊上的东西，也敢在御膳房总管面前显摆。本总管在御膳房待了20年，什么好东西没吃过？比老子做的好吃10倍。不行，不能让皇上知道这个人。本总管什么都没说，你不要瞎传。公公刚才说什么了？厨房噪音大，我没听清。王德顺，奴才在。你身上什么味道？奴才该死，奴才不该收他的东西。是冷宫苏菲做的烧饼，他给了奴才2个尝尝，奴才推辞不过就接了。那个烧饼实在太香了，奴才一时没忍住，还剩一个在奴才袖子里。苏菲，2年前万寿宴上那个苏菲。回陛下，正是他。他在冷宫里自己搭灶台做饭，用破瓦片当锅，种小葱，腌泡菜。宫里好多人都偷偷拿食材去找他换吃的。奴才该死，奴才瞒了陛下好几天。拿过来。
让御膳房把今天的晚膳撤了，去冷宫把苏妃做的菜给朕端来。陛下，现在亥时了，就现在，他要是睡了就请起来，朕今晚不吃御膳房的东西。苏妃，2年前那个连正眼都不敢看朕的苏妃，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手艺？冷宫里面到底还藏了多少朕不知道的事？好事，天大的好事！陛下要吃娘娘做的菜，现在就要。王公公，陛下怎么突然想起吃冷宫的东西？娘娘别问了，陛下把御膳房的晚膳全撤了，指明要您做的菜。娘娘您快点，陛下还在御书房等着呢。端去吧。这是什么菜？叫什么名字？是朕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，居然在冷宫。叫苏妃明天来见朕。朕想看看，在冷宫里做出这种菜的人，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你就是苏妃？回陛下，臣妾就是冷宫那个苏妃。昨晚那道菜叫什么名字？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，这道菜朕从未见过。那个红色的东西，御膳房的食材库里没有，是臣妾自己种的，种子是在冷宫后院角落里找到的。臣妾试着种了几个月，结出来的果实就是这个。臣妾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番茄。番茄炒蛋，名字太直白了，配不上这道菜的味道。以后这道菜叫赤霞映月，红色的番茄是晚霞，金黄的鸡蛋是明月，这样才配得上朕昨晚吃到的那一口。陛下，您起名字的水平比吃菜的水平差远了。皇上息怒。你说的对，朕这辈子给菜起过的名字不多，起得好的更少。以后这样，朕负责吃，你负责做。名字的事儿交给礼部，他们最擅长这个。陛下圣明。回去吧，朕等着你下一道菜，别让朕等太久。臣妾告退。王德胜，奴才在。冷宫那位和2年前判若两人。回陛下，确实判若两人。2年前苏妃连头都不敢抬，今天这位敢当着朕的面说朕起名字水平差，有意思。冷宫待了2年，没把他的棱角磨掉，反而把他磨成了一块璞玉。朕后宫佳丽3000，敢这么跟朕说话的，他是头一个。
那陛下，赤霞映月这个名字还交给礼部吗？交，让他们想个更好的，想不出来就继续用这个。毕竟是他做的菜，名字也得配得上他的手艺。凉拌三丝、东坡肉、赤霞映月、冬瓜排骨汤，4道菜，开胃、主菜、素菜汤羹。御前试菜第一顿不能太花哨，但得让陛下记住味道。娘娘，我紧张。紧张什么？陛下又不是第一次吃我做的饭。昨晚那盘西红柿炒蛋，他不是连盘子底都差点舔了？那今天这几道菜哪道是压轴的？东坡肉。御膳房做东坡肉用黄酒，我用自己酿的米酒加冰糖，小火慢炖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让陛下尝尝什么叫真正的东坡肉。朕以前吃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添饭。陛下，添饭！添饭！你耳朵聋了？是这一桌子菜配不上一碗米饭，还是朕的舌头不配？奴才这就去。陛下今晚添了一碗饭，一碗饭全吃完了，菜也吃得干干净净，冬瓜排骨汤连碗底都刮了。王公公让奴才来告诉娘娘，陛下这顿吃得很满意。陛下加饭了！陛下加饭了！听到了，听到了，你别摇了。小李子，明天帮我多换点排骨。照这个吃法，3天就得补1次火。娘娘放心，御膳房那边现在不用偷偷摸摸换了，陛下亲自下旨，特许您试菜，谁还敢拦？御前试菜，他一个冷宫弃妃，凭什么？娘娘，御前试菜规矩严苛，验毒3道，传菜4层，层层签字画押。冷宫内卫的小厨房不在御膳房体系内，食材来源不明，灶台不合规制，帮厨没有编制，真要查，光是验毒程序这一关他就过不去。那就让他过不去。传本宫懿旨，娘娘息怒，即日起，御膳房不得给冷宫小厨房供应任何食材，一片菜叶都不行。他不是挺能种菜吗？让他种，种不出来的肉油盐酱一滴也别想拿到。娘娘圣明，没有食材，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做不出菜。娘娘，御膳房不给东西了。庞公公下了死命令，谁再往冷宫送东西就打20板杖。鸡蛋也被锁进柜子了，钥匙庞公公亲自收着，皇后娘娘亲自下的懿旨，不得给冷宫提供任何食材，一片菜叶都不行。皇后这招叫釜底抽薪，以为御膳房是我唯一的食材来源，断了御膳房就等于断了我的灶。还不知道我这后院种着什么，菜地里的东西够撑一阵子。鸡蛋和面粉，宫里只有御膳房有吗？德妃宫里的小安子上次来换包子，说他们小厨房囤了一堆食材。淑贵妃宫里的大宫女托人递话，想用1篮子鸡蛋换2笼灌汤包，就连太后宫里都派人来打听过西红柿炒蛋的做法。皇后断了御膳房这一条线，但宫里其他人照样能给我们送东西，不但能送，还会送的更多。因为皇后越是不让，他们越想尝尝冷宫的东西。皇后，你只管出招，我这边灶火一开，什么阴招都给你炒成下酒菜。娘娘，御膳房那边彻底封死了，连之前偷偷给我们留边角料的老刘都被调走了，换了个庞公公的亲信，以后连烂菜叶都拿不到了，肉、油、盐全没了，怎么办？不急，这几天来换菜的人里，哪个不是自己带食材？御膳房锁得住仓库，锁不住宫里人的嘴。去把小德子叫来，传个话出去，冷宫小厨房长期收购食材，鸡蛋、面粉、猪肉、排骨、活鱼，只要是能吃的都要。交换物可以是当天现做的点心，1篮子鸡蛋换1笼小笼包，1块猪肉换1碗红烧肉，1袋面粉换4个发面馒头。你把这话传给你认识的宫女太监，让他们再传给各宫的下人，低调点，别让庞公公的人听到。娘娘，这要是被皇后知道……哼，皇后已经断了御膳房的供应，还能怎么着？她总不能下令把整个皇宫的人都搜一遍。去办吧，出了事我兜着。1篮子鸡蛋，想换1笼蟹粉小笼。
德妃娘娘说了，以后娘娘宫里需要什么食材，只管吩咐奴才去办。娘娘还说了，她宫里的小厨房，皇后管不着。贵妃娘娘说上次那个灌汤包没吃够，再加1碗红烧肉，猪肉我们出。太后听说陛下加饭了，说让娘娘多做点，面粉不够随时说。小翠，快记下来。小德子，维持秩序。鸡蛋3篮子，猪肉2块，知道了。排骨5斤，面粉2袋，腊肉1条，活鱼1条。大家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娘娘，今天来的食材够做3天的御前试菜。告诉小德子，传个消息出去，以后定期收购，有货的可以提前预约，预约3次以上的打9折。什么是打9折？就是10个鸡蛋换1笼包子，老主顾只用给9个。赶紧记吧，后面排队的人快吵起来了。有人举报苏妃在给陛下的膳食中投毒，搜！将军，你看，砒霜，人赃俱获。苏妃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那不是我的砒霜，大人，举报的人是谁？大人，让他尝尝我刚做的醒神汤，喝完他要是还只认是我投的毒，我认罪。大人，1碗汤而已，不是毒药。您要是不放心，我先喝一口。砒霜是我放的，皇后娘娘身边的赵嬷嬷给了我20两银子，让我把砒霜藏在苏妃灶台下面，说事成之后再给30两，事成之后就送我出宫回老家。我不想害苏妃，苏妃平时对我不薄，上回我发烧，她还给我熬了1碗姜汤，但我娘病了，我爹又瘫在床上，家里等钱用。赵嬷嬷说，只要藏1包药粉，没人会知道是我干的。赵嬷嬷她……大人，这碗汤叫醒神汤，喝了之后短时间内只能说真话。真凶已经自己招了，幕后指使也招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继续揉面了？把春兰带走，此事本官会如实禀报陛下。春兰招供，受赵嬷嬷收买，陷害苏妃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是苏妃收买了这个宫女，合起伙来诬陷臣妾。臣妾在宫中20余年，从未做过此等伤天害理之事。臣妾根本不认识什么赵嬷嬷。赵嬷嬷是凤仪宫后院的管事嬷嬷，上个月还陪娘娘去御花园赏过菊。禁军刚才去凤仪宫拿人，她已经跑，不过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。她屋里还藏着剩下的半包砒霜。娘娘要说不认识赵嬷嬷，要不让禁军把凤仪宫的下人都叫来，挨个认认。不用叫，周岩，你接着说。赵嬷嬷屋里的砒霜和冷宫灶台下搜出来的那包是同一批，连包药的纸都是同一张裁开的。这是清心莲子羹，清心明目，谁心里有鬼，谁不敢喝。既然娘娘说自己是冤枉的，臣妾也不敢冤枉好人。陛下和娘娘同饮一碗，陛下替娘娘作证，娘娘也替陛下作证，公平。甜而不腻，莲子炖得很糯。这汤叫什么来着？清心莲子羹。好名字，该谁喝了？这是在做什么？臣妾身体不适，不便饮冷。娘娘，这是热的，刚出锅。臣妾忽感头晕，恐是旧疾复发，请陛下容臣妾告退回宫。去吧，传太医好好看看。陛下不问问臣妾为什么知道皇后不敢喝？朕不问，你做菜，朕吃菜。有些事朕心里有数，不需要你用汤来证明。不过朕想问另一个问题，你这手艺到底还有多少朕没尝过的？多着呢。陛下慢慢吃，臣妾慢慢做，只要皇后娘娘别再派人来采我葱就行。万寿宴筹备的如何了？回陛下，御膳房已在筹备，彭公公拟了菜单，请陛下过目。年年都是这些菜，今年换个花样，
把苏菲叫上，让她也参与筹备。是。陛下点名让苏菲参与万寿宴，万寿宴是御膳房的差事，她一个冷宫弃妃，凭什么插手？今天只是参与筹备，明天是不是就要坐到我这个位置上了？娘娘说了，既然她要参与，不如将计就计。万寿宴上最难的那道菜是龙肝凤髓吧，让她来做。只给她3天时间，再扣下几样关键配料。3天之后，他端着一盘失败品上桌，当着满朝文武和外国使臣的面出丑。陛下就算再爱吃他的菜，也丢不起这个人。妙，龙肝凤髓是万寿宴的压轴菜，他要是做砸了，那是他一个人的责任，跟御膳房没关系。他要是推辞不做，那就是抗旨，左右都是死路。去回娘娘，这事儿我安排。龙肝凤髓，听说这道菜要连续制作7天7夜，工序极其繁复，连公公您亲自做都失败率过半。万寿宴7天后就开席了，您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哎呀，御膳房事务繁忙，一时疏忽，留给娘娘的时间确实紧了点儿。满打满算还有3天，不过娘娘手艺好，3天应该够了吧？3天，行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我要什么食材，御膳房就得给什么，别再玩缺斤转两那一套。上回扣我盐的事儿，我还没忘。娘娘放心，这次的食材臣亲自给您备齐，清单您列，我给您送。答应的这么痛快，食材里肯定有坑，缺了关键配料，别说3天，7天也做不出来。果然少了3样，这3样是整个味道体系的骨架，缺了它们龙肝发腥，凤髓寡淡，做出来就是一堆摆盘好看的食材边角料，也不是不行。用老母鸡吊的浓汤加金华火腿汁代替缺失的第1样，凤髓的鲜味层次反而多一层。另外2样都有现成的替代品。这些肯定不够，但我有地下食材黑市撑腰，冷宫包子铺的人脉遍布6宫。菜品核心难点不在食材，在火候稳定性。传统炭火火力变动大，是失败率超50%的根本原因。小翠，去御花园假山后面搬几块耐火石来，别让人看见。耐火石，娘娘要那个干什么？改造灶堂，把这个灶的火力稳住。小德子，去太医院借个沙漏，要最准的那个。御医问起来怎么说？就说苏菲需要沙漏定时喝药，顺便从御膳房找一口厚底铁锅，越厚越好。直接找看仓库的老刘，他上次换了我3个馒头。现在开始计时，这道菜需要连续制作3天3夜，龙肝要腌12个时辰，凤髓要蒸6个时辰，中间的火候一步都不能错。从现在起，灶火不熄，我守白天，小翠守前半夜，小德子守后半夜。沙漏流完1轮就是半个时辰，每1轮都要记录火势大小。公公，那把刀是真的快还是奴才眼花了？庞公公慢走，万寿宴上见。这真的是菜，不是玉雕。你们大燕的厨子能把食材做成这样？以后御膳房主管让苏菲来做。从地狱开局到御前私善，2年前原主跪在这里百口莫辩，到今天我终于再次站在这里，把他丢的清白，受的委屈，连本带利都挣回来。
陛下，臣妾有话说。苏妃是戴罪之身，2年前万寿宴上在陛下酒中毒一案尚未洗清，怎可掌管御膳房？一个被贬入冷宫的罪妃，连自己的清白都没证明，如今却要掌管陛下每日入口的膳食。臣妾以为此事万万不可。当年那壶毒酒还在。王公公，麻烦让人去御膳房旧档室把当年万寿宴的酒壶取来。那壶酒封存了2年，应该还在。他们在干什么？算账！娘娘刚才说这壶酒是罪证，那今天当着陛下和满朝文武的面，臣妾就把这层封蜡打开。2年前臣妾百口莫辩，今天让这壶酒自己说话。这壶酒里有2种毒，砒霜还有乌头。砒霜是普通毒药，宫中各处都可能接触到，但乌头是大内禁药，只有皇后娘娘的凤仪宫中有库存，用于治疗娘娘的头痛救急。每次取用太医院都有记录，用乌头的人没法栽赃给冷宫，因为冷宫根本拿不到乌头。娘娘，要不要请太医院把乌头取用记录拿过来，咱们当着大家的面一比一比对？娘娘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喝一口这壶里的酒吗？苏妃，即日起迁出冷宫，迁入御膳环东阁，封御前司膳，佩刀上殿。这个留作证据，2年前的旧案，改日臣妾会请刑部重审。你们大燕的宫斗，比我们草原上的摔跤还精彩。但是这个酒，到底能不能喝？不能，喝了会死。改天我请你喝能喝的。这就是御膳房吗？环境比我的那个冷宫还恶劣。这食材连面粉都发霉了，这刀也钝得不行。看来要整治一下御膳房了。这把刀之前钝的切不动豆腐，磨1个时辰就能切出这个端面。刀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刀能磨，人也能磨。明天起，每把刀都得有这个锋利度，每块案板都得能照出人影，每个灶台都得擦到能当镜子用。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总管，但你们不能不认这把刀。做不到的，现在可以走；留下的，明天开始按我的规矩来。从今天起，御膳房所有厨师必须通过3道基础考核才能留置：刀工、火候、调味，一项不过就补考，补考不过就调岗。第1条，所有菜品必须标准化，切菜有粗细规格，调味有配料比例，上菜有精确时间。我老孙头祖传3代做御厨，从爷爷那辈儿起就在这御膳房里掌勺，40年了，从没人敢考我。庞公公在的时候也没这规矩。有不服的去找皇上。第1场考核，切土豆丝，拌入香时间，粗细均匀不超过2毫米，合格的留下，不合格的补考，补考再不过，调岗去洗菜。现在开始。这盘谁的？回娘娘，是奴才切的。这个人以后是你们的族长。娘娘，这不合理！我是他师傅，他连灶台都没上过，凭什么当族长？凭他切出来的土豆丝达标了，凭你切出来的不达标。
你是说明你这个师傅教的好，但你自己为什么切不出来？40年御厨一盘标准的土豆丝，是手生了还是规矩忘了？不服气的，明天补考，还是一样的标准，一样的土豆，一样的拌住香，切过的可以当组长，切不过的继续练。我不是要砸你们的饭碗，我是要让御膳房的每一道菜都对得起御这个字。从明天开始，灶台上所有东西都得规规矩矩，锅碗瓢盆、油盐酱醋，每一袋面、每一把盐都得知道自己在哪。做不到的，现在就走；留下的，按我的规矩来。御膳房2/3的厨子联名弹劾你，说你定的规矩太严，切土豆丝要用尺子量，灶台要擦到能当镜子用，不近人情。陛下今晚来御膳房吃顿饭吧，也不用特意准备，就当平时来坐坐，让他们每人做一道菜，臣妾也做一道，等您吃完了再决定臣妾合不合格。好，今晚朕去看看。高下立判。你们7道菜都做得不错，火候精准，调味到位。但你们做菜是在用手，他做菜是在用心。以后御膳房的事，苏菲全权处置，不用跟朕汇报。再有联名上书弹劾他的，先来跟朕说说，你们的菜为什么不如一道白菜？这道菜是醋溜白菜，想学的明天早点来。我学。从今天起推行后厨5S 管理，所有食材分门别类贴标签，干货鲜货分开，香料药材隔离，面粉袋子封口，灶台工具定点定位，菜刀归架，砧板生熟分开，抹布用完洗净挂好，每天收工前灶台擦到能照人影，地面冲净，排水沟疏通，生熟分开，干湿分离，先进先出。以上4条养成习惯，新人第1天就学。切菜有规矩，灶台有规矩，现在连抹布都有规矩，这是厨房还是军营？娘娘，做菜讲究火候刀工，这些擦桌子扫地的活让帮厨干就行了。灶台是御厨的战场，战场上武器乱放，阵地脏乱，这仗怎么打？菜刀钝的切不动豆腐，灶台油垢能刮下2两，这种环境做出的菜能端上御前吗？从今天起，收工前所有人按5S 流程走一遍。小顺子当检查组长，头3天不罚只教，过了头3天还做不到，补考切土豆丝。干货鲜货分开，菜刀归架，排水沟已疏通，灶台你擦到可以照人。师傅，您半个月前不是还要给娘娘写弹劾奏折吗？那是上半个月的事儿，现在谁说娘娘不行，我跟谁急。他这套管理法，刚开始觉得折腾人，半个月下来，你看出菜速度比以前快了多少？以前临时加桌得忙小半个时辰，前天贵妃宫里加8个菜，从接单到传菜1刻钟全齐。不光省钱，以前收工灶台随便抹2下就走，第2天一早灶台上趴着蟑螂，现在天天擦得锃亮，老鼠都不来了。今晚收工前检查灶台，谁不合格，谁补考切土豆丝。老孙，你现在也会说补考切土豆丝了？半个月前不是说这是军营规矩，不是厨房规矩吗？
还请娘娘莫怪，那时候不是没见识过吗？现在觉得这规矩挺好。娘娘，陛下到现在还没吃晚饭，晚膳原封不动的端回来了。老奴劝了好几回，陛下只说没胃口。子时3刻了，空腹批奏者。胃还要不要了？不用叫人了，我来。半夜熬个粥而已，用不着兴师动众。端去吧，告诉陛下不用急着喝，放案角就行，什么时候想喝了再喝。子时3刻还能端出这么一碗粥，他是一直没睡，还是料到了朕今晚会饿？娘娘，老奴在御膳房经营20年，人脉还在。传菜太监中有个叫小凳子的，是当年老奴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他欠老奴一个人情。本宫不要他的人情，本宫要他把苏小福呈给陛下的菜，在传菜途中换成你做的菜。娘娘此计高明，菜做的好吃不好吃不犯法。陛下舌头刁得很，要是发现菜味道不对，只会觉得苏小福手艺下降，不会想到别的。一而再，再而三，陛下自然会怀疑他江郎才尽。换菜的人可靠吗？小凳子在传菜这条路上走了5年，哪段公道人少，哪个拐角没侍卫，他闭着眼都知道。传菜途中时和会经过御花园后廊，那段路只有一个老太监守着，老太监耳朵背，换一盒菜用不了几息。到时候老奴提前在御膳房就灶把菜做好，口味控制在能入口但不惊艳的程度，让陛下吃得出来不对，但说不出哪里不对。去办。王德顺，去把苏菲叫来。是。今天的菜是你做的。不是臣妾做的，火候不对。臣妾灶上的火候，每道工序都有沙漏计时，误差不超过5息。这道菜的勾芡收汁至少多烧了10息，芡粉已经开始回水，而且这道菜里放的盐是粗盐。臣妾的调料台上粗盐上周就淘汰了，现在全用细盐。朕的舌头还认得清不是你。谁指使的？小凳子，御花园后廊那个耳背的老太监已经招了，你隔三差五在后廊换食盒，他其实看见过好几回，只是装聋作哑怕惹事，你还要嘴硬。是皇后娘娘，娘娘身边的赵嬷嬷给了奴才500两银子，让奴才把苏四善的菜换成庞公公做的菜。赵嬷嬷说不用下毒，只是换菜查不出来。奴才一时贪心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你替他端了几年菜，他给你的好处够你养老。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！杖40，逐出宫。传旨，庞公公贬为庶民，永不再用。以后你成膳不经传菜太监之手，你做的每一道菜由你亲自端到御前。
这是朕给你的特权。快靠边！苏妃娘娘端菜怎么跟一品大员上朝似的？禁军都给她让道。你不知道，陛下下旨了，以后苏妃娘娘成膳亲自端到御前，不经过传菜太监，这是只有一品大员才有的待遇。从冷宫废妃到一品大员待遇，咱们进宫这么多年，头一回见。陛下终于肯来见我了。换菜的事，小凳子全招了，赵嬷嬷也招了，连同上次砒霜的事，所有证据都在刑部卷宗里。朕来只想问你一句：为什么？因为陛下从来没有吃过我做的东西。我做了5年皇后，你一次都没尝过我的手艺。满朝文武都说你是明君、勤政、爱民、不近女色，每日批折子到深夜。但你不是我的明君。你每天吃他做的饭，你知道他用的什么盐、什么油、什么火候？你不知道我宫里的小灶是什么样子。因为我不需要做饭，我是皇后。你以为我生来就是皇后吗？我入宫前也是学过厨的，我也做过酱烧排骨、清蒸鲈鱼、银耳莲子羹。成婚第1年，我给你炖过1碗莲子羹，让小太监端去御书房。小太监回来说陛下太忙，把碗搁在案角忘了喝，后来那碗羹凉透了，我让小太监倒掉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给你送过任何东西。是朕对不起你。你确实对不起我，但我也害过人，我不无辜。那碗莲子羹的事和苏菲没有关系，她只是在你最饿的时候给你做了一盘番茄炒蛋。我嫉妒她，不是因为她得宠，是因为她能做的事，我永远做不了。朕不能留你。我知道。传旨，皇后迁居冷宫，保留后位，永不召见。终究还是走了。这碗按照皇后的菜谱制作的莲子羹，终究是没能送到皇后手上。娘娘，咱们回吧。我倒要看看皇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原来皇后未出阁前精通家常菜，偷偷在凤仪宫偏间私设小灶台。她想陷害我是出于嫉妒我给皇上做的饭菜。早年给皇帝炖莲子羹，却被忙于政务的皇帝遗忘，此后不再下厨。陛下，御膳房目前还是先帝时期定下的编制，几十年没变过。现在管着整个皇宫几百人的伙食，加上万寿宴、国宴、各宫宴席，人手已经捉襟见肘。臣妾想增设2个部门：食材司，专门负责全国优质食材的采购与品控；
研发监，负责新菜开发和4季菜单编排，请过目。这样一来，御膳房出菜品质能稳定下来，不会再出现同一个菜老孙头做咸了，老赵做淡了的情况。臣妾估算过，食材统一采购反而能省下不少中间损耗。以前各宫小厨房各自采买，同样的东西价格差了3成。要加多少人？多少两银子？编制扩成15人，年预算增加5万两。准了，明天早朝朕让户部拨款。陛下，御膳房扩编1年增加5万两开支，5万两可养1营边军，可修10里河堤，可镇一线饥荒。花在御膳房，恕臣直言，这钱花的不值。况且御膳房自古以来的职责就是给陛下做饭，先帝在位40年也没扩编过御膳房，照样吃得好好的。苏思善上任不过数月，又是改灶台又是定规矩，如今还要扩编。陛下，御膳房到底是做饭的，还是当衙门用的？尚书大人，您刚才说5万两可以养1营边军，修10里河堤，镇一线饥荒。那臣妾斗胆问一句，陛下龙体康健，价值几何？陛下每天吃3顿饭，1顿吃不好就批不动奏折，批不动奏折，边兵的军饷批不下来，河堤的工程款批不下来，饥荒的赈灾粮也批不下来。5万两换陛下1整年心情好，胃口好，身体好，账面上看不出来，但账本以外的事，户部尚书大人比臣妾更清楚。朕每天吃3顿饭，1顿吃不好，批奏折就犯困，批奏折犯困，尚书大人递上来的折子就要多压几天。尚书大人，你觉得这笔账怎么算？还有谁有意见？那就这么定了。御膳房扩编，户部拨款，即日执行。退朝。大人，今天这事儿您怎么不接着争了？争什么？5万两换陛下1整年心情好，这买卖确实划算。陛下以前吃是为了不饿，现在吃饭是为了高兴。前者是维持，后者是享受。维持可以凑合，享受不能将就。只是陛下这胃口是被苏妃惯坏了，遭殃的是御膳房，背锅的是户部。那这5万两，大人真打算痛快拨？拨，不但拨，还得多拨1000两，拨5万1千两，让苏妃把研发间的灶台气大一点。万一他研发出什么新菜，陛下吃得高兴了，边兵的军饷说不定能少拖半个月。微臣拜见陛下。北狄使团进京朝贡，带了个厨子来斗厨。朝贡就朝贡，带厨子干什么？醉翁之意不在酒，朝贡是幌子，斗厨才是目的。大燕和北狄边境对峙多年，这条斗厨协定你听说过吧？不以兵刃交锋，以菜刀分高下。赢的一方拿边境贸易优惠，输的一方3年不犯边。据说是北狄可汗的御用大厨，专司国宴炙烤，能一刀卸完整只羊而不伤内脏。此人刀工极其凶猛，在北狄号称从未败过。所以陛下叫臣妾来，是想让臣妾跟他比？不是想，是必须。这不只是厨艺切磋，斗厨的结果直接决定边境3年的局势。赢了，北狄让出边关护士的3成利润，边军军费有着落。这一场比赛关系到的银两足够养边军3年，得赢。陛下，臣妾想问一句，这个护颜烈除了刀工凶猛之外，还擅长什么？据边关探子汇报，此人擅长炙烤，又以烤全羊闻名。这次来大燕，他带的随从比使臣还多，专门运了一整套炙烤铁架。另据密报，他出发前在北狄王庭闭门练了整整3个月，具体练的什么菜无人知晓。但用掉的羊肉够一支骑兵队吃半个月。烤全羊是北达看家本事，但护颜烈大开大合的路子，精细刀工未必拿手。陛下，斗厨的规矩是什么？3局2胜。3局2胜，第1局比刀工，第2局比火候，第3局自由发挥。地点在金轮面前广场，满朝文武和外国使团观礼。所以这场，你不但要赢，还要赢得漂亮，让北狄使臣亲眼看看，他们引以为傲的塞外刀王，在大燕御厨面前连刀都举不稳。臣妾明白了。还有一件事，护颜烈到京城之前，臣妾想派人去驿馆做点准备。什么准备？情报，他擅长的菜，惯用的刀，习惯的火候，做菜时的动作细节，
这些在斗厨之前，臣妾想先摸清楚。另外，臣妾还要提前去看比赛场地。金銮殿前广场风大，火候菜受影响最大，得提前做好防风措施。至于护颜烈，他擅长炙烤，那就是猛火快烤的路子，不适合需要精细火候的菜。臣妾打算用一道文火慢炖的菜来对。这道菜御膳房以前没做过，是臣妾自己琢磨出来的。你心里有谱了？有了，但是陛下，斗厨不是臣妾一个人的事儿，比赛期间御膳房要正常运转，还得有人专门负责备战，人手和食材。缺什么尽管开口。御膳房扩编的款子让户部提前拨，要人给人，要钱给钱，只有一个条件，漂亮的赢下来。臣妾遵旨。陛下，苏菲娘娘这回能赢吗？她问的问题没有一个跟做饭没关系，但她比朕那些将军更懂。娘娘，那个呼延烈底细摸清了，他专做炙烤，烤全羊是看家本领。在驿馆这几天，他每天都要练刀。一把弯刀，刃口有这么大，剔羊骨只用一刀。但奴才注意到了一个细节，他切羊肉块的时候，刀法大开大合，让他切薄片他切不了。驿馆的厨夫偷偷跟奴才说，呼延烈不会做精细菜，连切个萝卜丝都粗细不匀。另外有个事儿。北狄使臣带来的随从这几天到处在京城打听娘娘的底线，逢人就问，他们想摸我的底，正好我也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底。去把小翠叫来。小翠姐姐，听说苏菲娘娘要跟北狄那个刀王斗厨，娘娘有把握吗？那个刀王听说在北狄从没输过。我只告诉你，你可别往外说。娘娘最拿手的菜是龙肝凤髓，上回万寿宴压轴那道，陛下吃了一口就把庞公公撤了。那道菜要连续做3天3夜，工序极其繁复。这次斗厨，娘娘肯定拿这道菜压他。3天3夜做一道菜，那北狄那个刀王岂不是输定了？那是自然。娘娘说了，龙肝凤髓是大燕宫廷菜最高杰作，别说北狄厨子，就是御膳房的老厨子都做不出来。娘娘，消息都传开了，现在连御马监的马夫都知道你要用龙肝凤髓对付北狄刀王。娘娘，您真打算用龙肝凤髓？那道菜做起来太耗时了，万一斗厨当天出点差错。不用，龙肝凤髓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。那道菜确实厉害，但那是宴会菜，需要3天3夜的慢工细工。斗厨当天3局连比，时间根本不够。呼延烈如果把他赛前的时间全花在研究怎么破解龙肝凤髓上，他连我的杀手锏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他的弱点是不会精细菜，刀法大开大合。我的杀手锏不是龙肝凤羹，而是一道他绝对想不到的菜，用他最不擅长的精细刀工和文火慢工，打他最自信的火候。对了，让工部的人带上方风石板来找我，我得提前看看比赛场地怎么改造。金銮殿前广场那地方风大，火候菜受影响最大，得提前做好防风措施。是。苏姑娘，宫里传来急报，5日后金銮殿前要举办厨艺大赛，3局2胜，第1局刀工，第2局火候，第3局自由发挥。金銮殿前广场那个地方我去过，太空旷，穿堂风大，火候菜最怕风，灶火被风一吹就散，火力不稳，到时候得想个办法。娘娘还有5天，咱们来得及准备什么？来得及准备很多东西。第一件事儿，你去找工部的老李，让他按我的尺寸打几块青石板，不用太厚，但要能围住灶台3面，留1面操作，就说是斗厨备战用的，陛下已经批了。第二件事，去太医院找李太医配一副清口茶，龙井打底，加陈皮和野菊花。清口茶？娘娘您要喝茶？不是给我喝的，是给裁判喝的。裁判是礼部尚书周大人，70岁高龄，连尝3道菜必定味觉疲劳。第1道菜的评价和第2道、第3道完全不在一个基准上。每道菜之间用清口茶漱口，清干净上一道菜的余味，下一道菜才能尝出真正的层次。这是给裁判用的，别声张，省得北狄那边也跟着学。比赛当天灶台摆在这儿，老李，当风石板就按刚才说的尺寸做，灶台左右和后方各立1块，高度比灶台高出2尺。前方留操作口，石板底部要稳，不能风吹倒，也不用钉死，赛后要拆的。娘娘放心，5天内保证做好。每块石板底下加实座，稳当的很。另外，在裁判席旁边搭个遮风棚。周大人年纪大了，风吹2个时辰受不了。
这里是我比赛当天掌勺的位置。北侧让给呼延烈，南侧背靠金銮殿，风最小。北侧正对风口，他烤全羊的明火会被冲散。不是欺负他，是他自己没提前来看场地。娘娘，您连风向都算到了。斗厨不只是比做菜，场地、风向、裁判的状态、对手的心理，每一样都能决定输赢。呼延烈在北狄从没输过，但他以前比赛的场地都是草原篝火堆旁边，没有穿堂风。他来这里水土不服，我不用水土不服。将军，属下打听到了。那个苏菲最拿手的菜是龙肝凤髓，上次大燕皇帝万寿宴上，他当场把御膳房主管拉下马。这道菜需要3天3夜才能做好，工序极其繁复，整个大燕只有他一个人会做。这次斗厨他肯定会用这道菜压咱们。3天3夜做一道菜，大燕的厨子都是绣花的，斗厨当天3局连比，哪有3天给他做菜？在京城所有人都这么说，连大燕皇宫里传出来的消息都是这样，万一是真的呢？将军，咱们要不要准备对策？万一他真把那道菜端出来，那就让他端。3天3夜做出来的菜，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。你再去打听。是。粗者如牙签，细者如发丝，且有3根粘连。根根分明，细可穿针。第1局刀工，大雁胜。刀工等级提升至目无全咬。上。第2局火候，大燕胜。本次斗厨
大燕3局已胜2局，第3局无需再比。既想比，便比完。这怎么吃？生的端上来，让咱们自己煮。反对，和珅呢？苏小福3局全胜。北狄最好的厨子，不如大燕一个女人。这把刀跟了我15年，从没输过。今天输给你，我心服口服。这第3局，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顿饭。敢问这道菜叫什么名字？火锅，它不挑食材，不分贵贱，什么都能涮。用红油涮是北狄的烈，用骨汤涮是大燕的纯。你刚才2样都尝了。解锁锅底配方：进阶版，菌菇汤底、番茄汤底、麻辣牛油锅底，附赠蘸料配方12种。塞外刀王被你一锅火锅吃服了，要留下来给你当学徒，你怎么看？臣妾觉得可以。他留下学厨，北狄使团就得多待1个月，边境贸易谈判就多1个月时间。火锅宴上，北狄使臣吃得高兴，什么都好说。留下呼延烈，就是留下北狄使团的胃，胃留住了，剩下的就好谈了。准了，核心技术别全教。臣妾明白，教他做菜，不教他调底料，底料得从大燕进口。底料配方和蘸料配方一共12种。这1个月，上午学刀工，火候调味，下午上灶实操，先从刀工开始。小顺子，给他拿块豆腐。豆腐不是羊骨头，不能用砍的，得用推的。刀刃贴豆腐，手腕用力。在我们草原，切肉1刀就完事儿。你们大燕的豆腐比野马还难驯。你烤羊肉烤了多少年？15年。那豆腐先切半个月，半个月后还切不好，底料配方只教一半。这一笔签下去，比兵部谈了3年的边贸协定还多。火锅比刀剑好使。能不能再搞一次火锅宴？副使自打那天吃完回去，天天念叨红油锅底，睡觉说梦话都在涮羊肉。这得问苏思善。那本王亲自去请。秘籍给你了，锅也给你了，但那几味关键香料只长在大燕境内，你得每年派人来采购。火锅不分大燕和北狄，但种香料的地在大燕。我这辈子用弯刀卸过上千只羊，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豆腐难倒，更没想过豆腐难倒我之后，还有人愿意教我。以后草原上每一家火锅店的招牌上都会刻2个字：大燕。
那个做菜的到底有什么本事？不就是会颠个勺吗？去，传我的话，让苏思善做一桌菜送到本宫这里来，本宫倒要尝尝他做的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。多准备些赏金，本宫不欠人情。送去吧，跟舒贵妃说，甜点是新研制的，请娘娘务必尝尝。我其实不喜欢争宠，我只是怕失宠就活不下去。我小时候家里穷，吃不饱，以为进了宫就有吃不完的东西，但宫里也一样，争不到宠，什么都分不到，吃的、用的、炭火、布料都按恩宠等级分配，我争了一辈子，累死了。刚入宫那几年，我还偷偷在院子里种过一盆小葱，想着自己种点东西总不会被人分好吧。后来被管事姑姑看见了，说贵妃娘娘亲自种菜有失体度，连盆带葱全给我扔了。娘娘，菜快凉了，先吃饭。都记清楚，前菜4道对应春，清爽开胃，嫩芽青蔬为主，翡翠春笋、玉兰醉虾，荠菜云春、春韭银芽。主菜6道对应夏，浓烈丰盛，红肉浓酱为主，东坡肉、蜜汁炙羊排、龙井长香鸡、荷香糯米骨、琥珀酱烧鱼、金蒜银丝半贝。汤羹4道对应秋，温润滋补，菌菇清汤为主，松茸竹荪汤、银子雪辣羹、百合丁子正、秋梨枇杷露。甜品4道对应冬，醇厚收尾，蜜饯甜羹为主，桂花酒鸟圆子、枣泥山药糕、冰糖雪燕锅、红豆沙八宝饭。这18道菜次序不能错，火候不能断，上菜节奏要卡准，前菜1刻钟内上齐，主菜2道一轮间隔1炷香，汤羹穿插在主菜之间清口，甜品最后一起上。各环节有问题的现在提，等会儿开了火就没工夫问了。是。开工！哀家活了60多年，宫里的大小宴席吃过无数，这一顿寿宴，不夸张地说，是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一顿。这镯子跟了哀家40年，今天给你，不是赏你做菜好吃，是赏你用心。这一桌18道菜，不是堆山珍海味，是在做一顿让人吃得舒服的饭。先帝以前总说，天下最好的厨子不是手艺最好的，是心里装着吃饭的人。你就是那个心里装着吃饭的人。苏菲，你知道先帝是怎么走的吗？臣妾只知道先帝驾崩的突然，具体缘由，宫中从未公开说过。对外说暴病，但哀家知道，先帝是被一顿毒宴害死的。那道菜叫玉楼春，
是当时御膳房主管的拿手菜，有人在里面下了毒，先帝吃了一口，不到半个时辰就没了，就一口。哀家当时不在场，赶到的时候，先帝已经说不出话，他看着我，只是看着我，然后闭上了眼睛。他最后那顿饭是毒药。从那以后，哀家发誓要让御膳房变成这宫里最干净的地方，毒药不许进，心术不正的人不许进，算计不许进。但哀家做不到，宫里的人心不干净，菜就干净不了。庞公公在御膳房20年，哀家知道他贪，知道他背后有人，但哀家换了3个总管，每一个都和他一样。太后，臣妾看看您今晚您那道竹荪汤只喝了2口，是不是这几道菜里有哪道不对您胃口？不是菜的问题，你的菜很好吃，是哀家吃过的宴席里最好的一顿，但越是好吃，哀家心里越不踏实。太后，臣妾没有吃过先帝吃的那道玉楼春，但臣妾会做1碗莲子羹，不是御膳房的方子，是臣妾自己琢磨的，您尝尝，就当安神。这个味道，像哀家年轻时第一次给先帝熬的那碗。那时候先帝也还不是皇帝，他批侄子批到深夜，哀家给他熬了1碗莲子羹。他说太甜了，哀家说下次少放点冰糖。后来再也没有下次。你那道玉楼春是从旧档里翻出来的吧？那道菜是先帝临走前想吃的那道，你把它找回来了。先帝在天上应该吃到了。宫里不能没有你这样的人，不是因为你做的好吃，是因为你的菜里没有算计。你要一直做下去，不管谁为难你，来找哀家。这宫里干净的地方不多了，御膳房不能脏。你是心里装着吃饭的人，这一点是先帝教我看人的法子。老周，当年万寿宴那壶毒酒是你验的，皇后在酒里下了砒霜，这事儿苏妃翻案的时候把你供出来，害你被赶出宫。现在你落到这步田地，他倒好，当上了御前司膳，佩刀上殿。你咽得下这口气？庞公公，老奴都这把年纪了，只想混口饭吃，不想惹事。不用你惹事，你只要把当年知道的事说出来。皇后下毒那天，苏妃在宫宴前见过皇后的贴身宫女，这件事是真的吧？是真的，老奴亲眼看见苏妃和赵嬷嬷在御花园后廊说话，但只是说了几句话，没说别的。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见过赵嬷嬷，见过赵嬷嬷就脱不了干系。不用你说假话，只要你把真话说出去，剩下的别人会自己猜。你听说没？当年万寿宴下毒一事另有隐情。苏妃在宫宴之前私会过皇后身边的贴身宫女。不是吧？苏妃不是被皇后害进冷宫的吗？怎么又成同谋了？这你就不懂了。难说不是2人联手，事后反目，苏妃才借此事扶摇直上。而且这事儿是当年验毒的老太监亲口说的，他可是亲眼看见的。今天魂不守舍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娘娘，宫里流言四起，都说您当初和皇后是同谋，一同谋划宫宴下毒，后来翻脸才揭发皇后，说的有模有样，连当年验毒的老太监都被搬出来了。娘娘，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这可是掉脑袋的罪名。急有用吗？把这道菜送去御前。陛下心里自有分寸，流言终究只是闲话。苏妃，这2天宫里传的那些话你听到了吧？有人翻出了当年万寿宴前你和皇后贴身宫女见过面的事，说你和皇后本是同谋，后来反目才出卖她。朕问你，你和赵嬷嬷见面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那次见面是偶然撞见的。赵嬷嬷只是问了臣妾一句：“娘娘今日气色不错。”就这一句，没有密谋，没有交易。但这件事，臣妾当年确实没有主动交代过，因为当时只当是寻常寒暄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臣妾今天来，不是为了说这个。皇后被送进冷宫之后，
臣妾去了一趟凤仪宫，正殿搬空了，偏间里有一个小灶台，灶台上放着这本菜谱，是皇后亲手写的，落款是她入宫前的名字。臣妾翻过这本菜谱，里面都是家常菜，每道菜都记得工工整整，菜旁边都标注了试做的日期和改进的方法。皇后出嫁前也是学过厨的，但整个凤仪宫没有人知道她在偏间里藏了一个小灶，因为她是皇后，皇后不需要做饭。这一行字是皇后在您某次去凤仪宫用膳之后写下的。您说那天的晚膳不错，她高兴得忘了行礼，转头便把这份心绪写在了菜谱里，可写完又觉失了中宫分寸，亲手把这行字涂掉了，涂得很用力，怕被人看到她在意这件事。陛下，一个在意到要把心事藏起来的人，不会在宫宴上给您的酒里下毒。朕不记得那顿饭了。庞公公搬弄是非，乱嚼舌根，传朕口谕，张20逐出京城。谣言的事到此为止。陛下，臣妾接管御膳房以来，发现宫中有很多菜谱都靠师徒口传心念，没有文字记录，老师傅告老还乡，菜谱就带走了，年轻厨子想学都学不到。长此以往，大燕的宫廷菜只会越传越少。臣妾提议编纂一部完整的宫廷菜谱大全，把御膳房现有菜谱、宫中旧档里的失传菜谱、各地名菜全部收录成册，统一格式，注明分量和火候，一来留给后世学厨的人，二来各地官府宴席也能有个参照标准，不至于各做各的。准，这个主编，你来当。需要多少人，多少银子，列个单子给户部。这是功在千秋的事，别替朕省钱。娘娘，老奴在角落那个架子上找到了这个，这是先帝时期的旧档，压在最低下几十年没人动过了。玉楼春，找到了，可惜只有残卷。小德子，去把太医院所有和先帝有关的医案都调来，任何跟饮食、药膳有关的记录都不许漏。老孙头，你再跑一趟告老还乡的那几个老御厨家里，他们年纪最大，说不定有人见过这道菜。好。玉楼春，先帝临走前想吃的最后一道菜。我不管他失传了多少年，在这个编纂计划里，他必须被找回来。当年的玉楼春主料是嫩豆腐，口感软滑，和蒸蛋羹无二。不对，我记得清清楚楚，主料取鲢鱼腹最细嫩的鱼肉。二位都记错了，这是道纯素山珍菜，素调鲜汤，鲜胜荤肉。关键补料应当融合嫩豆腐与鲢鱼蓉，成品色白如玉，鲜淡如春。味道差一丝气韵，老夫说不清差在哪儿。清汤以金华火腿提鲜，火腿用量须少，多则掩盖本味。春笋汁投放不足，汤只有醇厚，少了清甜。色白如玉，味清如春，正是当年先帝御膳房那道失传玉楼春，分毫不差。解锁成就，古菜谱复原师。先帝，失传40年的玉楼春，今日终于复原了。太后常说，
您临终前心心念念想吃这道菜，如今您总算能得偿所愿。太后那边我会照看好，她爱喝的莲子羹，往后日日不会间断。听说皇后在冷宫不吃不喝，眼看撑不住了，我心里闷了半天，照着她以前写的菜谱原样炖了碗莲子羹。一国之母落得这般境地，实在让人唏嘘。这是我娘教我的，你怎么知道这道菜的做法？娘娘自己写过，只是忘了。替我把她带出冷宫。皇后让我把这本菜谱带出冷宫，我揣在了怀里。她之前确实害过我2次，但这本本子藏着她早年的心事，不该就这么烂在冷宫里。圣旨到，苏思善接旨。晋封苏小福为一品御厨，卫笔尚书，配紫金鱼带，统管宫内外膳食事宜。臣领旨谢恩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：苏思善以庖厨之身窃居一品，紊乱官制，有辱朝廷体统。膳房本是内侍所辖，纵使厨艺精巧，也断无位列朝班与六副尚书同阶的道理。此例一开，后世必有效尤，朝廷法度何在？体统何在？这3道折子朕都看过了，通篇只谈体统名分，不论实际利弊，发回御史庭。刘大人回去好好补写，把苏思善有辱朝廷体统的实证一条一条列清楚。刘大人，朕再来问你，万寿宴、太后寿宴2度宫宴你皆在席。从前御膳菜式寡淡耗费无度，如今菜式创新节省损耗，这变化你是尝不出来，还是装看不见？北狄来朝斗厨，他以1人之力赢下比试，换得边境3年户市安稳，省下的军饷换来的边贸之力，不比你一本空泛的奏折有用。他接管御膳房以来，食材损耗降了30%，出菜效率提了1倍，宫内各宫奋力膳食，从未出过差错。你若再揪着此事不放，朕便派你去御膳房帮厨1月。他定下的刀工火候、台账规矩，你先学明白，再来谈什么体统法度。臣遵旨。刘大人，你这是赌错了。你以为陛下是偏宠他的手艺，其实陛下看重的是他定规矩、提效率的本事。恩宠随时能换，一套能落地的章法换不了。若再要弹劾，不妨先翻看御膳房的账本。他理顺采买损耗，肃清旧年糊涂账，单凭体统2字无法否定他的功绩。平西王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叛乱，沿途连下7城，兵锋直指京城。娘娘，陛下昨夜批天子批到凌晨，今早连早膳都没碰，现下午饭也只吃了2口，奴才实在忧心。娘娘，你去劝劝陛下吧。朕吃不下，撤了吧。陛下不吃，臣就一直站着。
如果城破了，朕的最后一顿饭，希望是你做的。臣不让陛下吃最后一顿饭，要吃也是吃庆功宴。面粉只剩15袋，大米8袋，鸡蛋3篮，猪肉昨天用完了最后一点，鲜菜全靠冷宫后院那片菜地撑着，城外的菜农进不来，粮仓的存粮只够支撑1个月了。从今天起，所有食材统一管理，肉和蛋优先供应城防士兵，他们吃不饱，城墙守不住。陛下那边每顿2菜1汤，不搞御膳规格，跟士兵吃一样的标准。各宫娘娘的小厨房全部停掉，有意见的让他们来找我。娘娘，各宫娘娘们怕是会闹。闹就闹，城破了，大家都玩完，到时候他们想闹也没地方闹了。陛下，今天只有这个。鸡蛋只剩3篮，肉昨天用完了。从今天起，御膳房所有食材统一管理，优先供应城防士兵。陛下每顿2菜1汤的标准也得降一降。城墙上的士兵可能连这个都吃不上。粮食还有多少？够1个月，省着用，能撑40天。菜地里的土豆快收了，小葱和韭菜还能搁2茬，面粉和大米定量分配。各宫的小厨房都停了，所有食材集中到御膳房统一调度。你给自己留了吗？臣吃过了。撒谎！触发任务：围城期间保证城内居民基本饮食补健，奖励解锁大锅饭专精。陛下放心，粮食不够，我有办法。冷宫那会儿，御膳房封锁食材，都没饿死我。现在御膳房归我管，我还能饿着全城人不成？苏大人，州里快见不到米粒了，粮食是不是快没了？是快没了，米缸快见底了，但我不会让你们饿着肚子守城。粥稀是稀了点，好歹是热的。等粮食到了，第一顿先给你们做红烧肉。有苏大人这句话，稀粥也能喝出肉味来。大伙说是不是？为了红烧肉也得守住。大叔守了多少天了？11天，从叛军围城那天起，没下过城墙。苏大人，您怕不怕？城外好几万叛军，咱们城里守军才几千。怕，但怕也没用。城破了，大家都得死。城守住了，我给你们做红烧肉，管够。你们守城，我做饭，咱们各司其职，谁也别掉链子。苏大人，您这手艺，要是真能活着等到城守住那天，我这辈子就赖在您灶台边不走了。行，到时候御膳房缺个烧火的，你来，包吃包住。灶火还烧着，明天还得熬粥呢。朕来看看你们。
陛下这是慢性中毒，毒素不是1日2日了，至少半年前就开始在体内累积。有人在陛下日常饮食长期投放微量毒素，每次分量极轻，单次查验根本查不出来，日积月累到今天，终于撑不住了。是庞公公，不是皇后，是庞公公。皇后只换了菜，没有下毒。那个老东西，每次换菜都在菜里多放了一味东西。我查过验毒记录，每次都是阴性，每次都没问题，因为分量太轻了，不是一次放的，是几十次、上百次，每一次都只放一点点。此毒已深入脏腑，非寻常药食可解。解药需要一味药引雪山冰莲，此物质生长在北境雪山深处悬崖之上，采摘需在日出前，过时即谢。只是眼下叛军围城，出不去，进不来。找，围城也要找。太医，这冰莲长什么模样？具体在雪山的什么位置？采摘有什么讲究？你把所有细节写下来，一个字别漏。娘娘，叛军围得水泄不通，就算知道在哪儿，怎么出去？王公公，陛下昏迷的消息封锁住，一个字都不许传出寝殿，对外只说陛下操劳过度需要静养，所有奏折暂时送到御书房，等陛下醒了再批。另外，去把小德子叫来，他入宫前是猎户的儿子，知道怎么在野地里活下去。从今天起，御膳房抽调4个人组成药膳组，专门负责陛下的每日食疗。老孙头管汤羹，小顺子管粥品，小翠管药材分拣。太医院那边把库存的黄芪、枸杞、百合、山药、莲子、沙蛏全都送过来。御膳房现有的食材优先供应药膳组。陛下每天3顿药膳，凌晨提气，午时排毒，傍晚安神。方子我已经拟好了，凌晨黄芪山药粥配茯苓膏，午时枸杞排骨汤配蒸蛋丹，傍晚百合莲子羹配枣泥山药膏。每道药膳的火候、水量、熬制时间都写在纸上，1人1份，照做就是。山药配黄芪是不是太补了？要的就是猛补，毒素掏空了底子，不补撑不到冰莲回来。这汤的味道和之前不一样，有股药味儿。枸杞排骨汤加了沙参和媚冬，不是药，是食疗。太医院开的药继续喝着，这汤是帮药力顺着经络走，一个在内推，一个在外带。朕之前喝过太医院开的排毒汤，苦得舌根发麻，喝了2天，毒素纹丝不动。你这碗汤不苦，喝下去之后胃里暖了，毒素倒像是往外排了，比太医院的药管用。臣妾说了，这不是汤，是食疗。药有药的力道，食有食的硬劲儿。药是攻城锤，一锤下去砸开缺口；食是细水长流，把毒素一点一点往外逃。陛下现在体虚，经不起攻城锤，只能靠细水长流。这几天辛苦你了。臣妾是御厨，陛下的膳食归臣妾管，病中膳食也是膳食。娘娘，您去歇一会儿吧，粥我来看着。不用，药膳的火候差1分都不行。黄芪多煮半克，药性就老了；少煮半克，药性不出。熬药膳必须从头到尾盯下来。天快亮了，凌晨那一碗粥该端到陛下床前了。他会醒过来的，在那之前，灶火不能熄。这是藏在房梁暗格里存了半个月的肉，本打算留到最艰难的时候再用的。围城以来，御膳房的面粉按例省着用，这2碗面已经是全部家底。娘娘，这是最后一点肉和面了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包饺子，小德子今晚出城。
娘娘，您怎么把肉全用了？这是您给自己留的。您从围城第一天就没沾过荤腥。你在城外冰天雪地里给陛下找冰莲，我在城里给自己留肉吃，那我还是人吗？都吃了，一个不许剩。我在御膳房帮厨不缺吃的，你吃。我也不缺，不够吃这还有。娘娘，等我回来，你可得再给我包一顿。好，等你回来，我给你包3顿，猪肉白菜的，韭菜鸡蛋的，羊肉大葱的，一样1顿，管够。叛军营地每晚换防3次，子时那次守卫最松。你出了这个口子往北跑，别回头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停。水道里有冰碴子，忍着点，划破皮也得爬。记住了没有？记住了。平西王提出条件，只要献出苏小福，围城可缓3日，城中妇孺可出城取粮。这封信不是平西王写的，他一个藩王不会知道御厨的名字，更不会指名道姓要人，是庞公公。庞公公在你手下败了太多次，现在他跑到叛军那边，想借叛军的刀来报私仇。朕还没死，他就急着给自己主新主子了，这条件朕不答应。陛下，让臣去见他们。不行，你留在宫里，哪里都不许去。臣不是去投降，是去给叛军做顿饭。他们点名要臣去当军中跑厨，臣就去当。围城18天，叛军也缺粮了。平西王要的不是臣的命，是用臣来羞辱陛下。他说陛下连自己的厨子都保不住，拿一个女人换3天喘息，守城将士听了会怎么想？他们的士气会崩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臣在叛军大营里做了一顿饭，让他们吃得人仰马翻，平西王的脸往哪儿搁？他的将士会想，平西王连自己请来的厨子都管不住，这仗还怎么打？一顿饭能做到的事，有时候比一支军队更多。当年在冷宫，臣用一笼包锦收服了德妃；在万寿宴上，用一道龙肝凤碎拿下了御膳房总管；在斗厨台上，用一锅火锅换来了北狄3年的边境安稳。这些事都不是靠打仗做到的。你有几成把握？做饭10成，但回来臣不敢打包票。但臣难打包票的是，如果臣不去，3天后叛军就会攻城；如果臣去了，至少能拖住他们3天。3天够小德子带着冰莲回来了，够太医院把解药配出来了。用臣换3天，划算。去吧，带上朕的令牌，不是给你用的，是给叛军看的，让他们知道你是朕的御厨，不是他们能动的。3天后你要不回来，朕的兵就会打出去，不是守城，是攻城。朕说话算话。臣领命。你就是那个把皇帝喂得服服帖帖的苏御厨？看起来也不过是个围着灶台转的人，
听说你在宫里厉害得很，一个厨子做到1品官，大燕开国以来头一份。今晚这顿饭你要是做得好，以后你就是本王的御厨，亏待不了你。要是做得不好，本王的刀还缺个鞘。王爷说笑了，臣只是个厨子，谁掌勺就给谁做菜。今晚是归祥宴，这4道菜是臣的诚意，王爷请慢用。鲈鱼不能和烈酒同食，大燕的厨子都知道。你们北京不产鲈鱼，不知道这条规矩，不怪你们。不过接下来3天，各位将军恐怕得在床上躺着养胃了。叛军指挥系统暂时瘫痪了，平西王和他的将军们接下来几天下不了床。没有主将指挥攻城，叛军不敢轻举妄动。趁这几天，赶紧修城墙、补粮草，等兵连。臣没给陛下丢脸。那顿饭，他们吃得很尽兴。臣走的时候，还听见平西王在帐篷里吐。你一个人1桌菜，撂倒了叛军整个指挥营。朕这辈子打过无数仗，从没见过这种打法。陛下，这叫食物相克，不是毒药，是常识。只是叛军不知道这个常识，臣利用了一下。宿主在49日内完成万象天宫，即可解锁奖励，获得最终能力石器。朕这辈子吃过很多顿饭，御膳房的、太后的、各宫娘娘的，最好吃的是这个。不是因为你手艺最好，是你用最后一块肉给朕包了饺子，你自己一个都没留。朕一直在想，如果你回不来了，朕连你做的最后一顿饭都没吃上，那朕这辈子就再也没有好吃的了。陛下想多了，臣说了不吃最后一顿饭，要吃就吃庆功宴。等小德奇带着兵连回来，等陛下的毒解了，等叛军退了，臣给陛下做一桌真正的庆功宴。到时候不光有饺子，还有红烧肉、东坡肘子、开水白菜、龙肝凤髓。现在先吃饺子，一样不少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等。恭喜宿主万象天宫解锁完成，获得最终能力石器。
这碗羹，朕小时候太后给朕熬过。那时候朕才7、8岁，父皇刚驾崩，朕整夜睡不着。太后端着一碗莲子羹坐在朕床边，说喝了就能睡着。朕嫌太甜，她说下次少放点冰糖。后来朕登基了，御膳房的菜越做越精致，但太后再也没给朕熬过莲子羹。这碗羹不是味道香，是某种说不清的东西，让朕觉得安心。像小时候那张床，像那碗被朕嫌太甜的羹。这叫食气，不是让食物更好吃，是让食物会说话。臣妾把熬这碗羹时心里想的事儿熬进去了。陛下小时候那张床，那碗被嫌太甜的羹，这碗羹不是臣妾熬的，是太后熬的。臣妾只是替她把这份心意重新端到了陛下面前。等围城结束，给太后也熬一碗。有人从暗道爬出来了！娘娘，冰莲完整的，一片花瓣都没少。路上在河里顺便洗了个澡，没受伤。欠你的饺子，今晚包。你说说你，怎么就这么不小心？要是伤着骨头可怎么办？好了，这不是没事了吗？上次说回来给你包3顿，猪肉白菜的上次吃过了，今晚是韭菜的。明天给你补羊肉大葱的，今晚先管够。娘娘，这顿饺子虽然没有肉，但比上次的还香。这顿是活着的味道。平西王被他的副将绑了，今天一早开城投降。围城23天，朕差点死在自己吃了20年的御膳上。醒来之后，第一件事想的是你，不是想你的菜，是想你这个人。朕这条命是你救的，没有你的药膳，朕撑不到冰莲回来；没有你让小德子冒死出城，冰莲进不了京城；没有你那顿鸿门宴，叛军不会拖到今天才攻城。朕的后位空着，朕想过了，与其选一个能管好后宫的女人，不如选一个能让朕好好吃饭的女人。陛下，臣只会做饭，陛下需要一个能管好后宫的人。臣连御膳房的抹布都要亲自盯着才放心。当皇后，臣不合格，但做御厨，臣敢说天下第一。所以皇后的事，陛下另请高明。御厨的位置，臣还想再干几10年，每天给陛下做2顿饭，不费脑子，费的是心。臣这颗心已经搁在御膳房的灶台上了，陛下想尝，随时来。一品御厨，食神封号。御膳房归你，想怎么管就怎么管，不许离开京城。朕皮别子饿了，还得吃你做的饭。成交。苏小福封食神，一品仙，御膳房归他掌管。小德子封御前侍卫，正5品，赐金牌，可随时出入宫禁。
小翠升御膳房副总管，所有守城将士赏银3月。娘娘，你欠我的第3顿饺子啥时候补？猪肉白菜的上次吃了，韭菜的前天吃了，还有1顿羊肉大葱的，你到现在没兑现。明天羊肉大葱管够。马养老啊，先慢点啊！嗯，